习近平跟拜登开了一个习拜最后会，中国外交部公开特别的去讲说，习近平提到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的台独的本质，就是你不支持台独是吧？那我告诉你，他就是台独，你要支持吗？借着跟拜登的会谈的台收给了川普听，而且也告诉拜登，在1月20号之前小心不要误解。这就是为什么国安单位不断的说这是假消息，因为这是真的的话，让美国压力很大。所以很多人讲说这是北京对台独亮剑，对了，这是北京在对华盛顿亮剑。相当于过去切香肠跟定义的是你美国，对，而这一次主客意味，事实上已经在堆砌中美未来在台湾问题上一个新起点。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习近平跟拜登在 APEC 会议上，他们开了一个会外会，就是习拜最后会。其实过去4年拜登的上台并没有改善中美的关系啊，为什么习近平还要在拜登要下台的时候见他？这很简单的，国际政治里面要讲人情，也要讲现实嘛。这可以讲是最后一次的国际搜求。中国大陆是借这个平台要表达什么，这个意愿是很清楚。那拜登呢，借这个平台只是告诉大家说，我还在这里，我还存在。然后他借这个平台，他不能表达什么，因为下一任的继任者是完全跟他走不一样路线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拜登需要中国大陆用习近平来衬托他，习近平也需要中美的这个平台来说出他想要说的话。老师，我可不可以说，其实这一场会谈很有意思，表面上是习近平跟拜登见面，事实上是给川普听。对，所以这一次最大的消息莫过于中国外交部公开的特别的去讲说，习近平提到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的台独的本质。先是新华社的消息，后来中国官媒就引述，再来中国外交部就发出正式的新闻稿。很多人讲说这是北京对台独亮剑，不对啦，这不是北京在对台独亮剑，也不是北京在对赖清德亮剑，这是北京在对华盛顿亮剑。什么意思呢？时代的演变，国力的增加，实力的增加，相互之间的进退就展现出不同的时代呢，对于言语的论述的意义就会产生不同的分量。有了这一点认知之后，那我就简单讲一下。因为李登辉访问康奈尔，那造成克林顿很大的困扰，江泽民认为被骗了，因为那个时候有最高秘书的往来。那克林顿这边呢，觉得对大陆的承诺被打翻了，而且李登辉还偷渡了，本来是纯粹校友的访问嘛，就变成有政治性的。结果一向不喜欢中共的克林顿，终于必须访问中国大陆，而且访问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给叔侄的面子。不过那一次的设计有点很有趣，他的第一站是在西安，中国大陆在西安摆出了古代的迎宾礼那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找不到答案，克林顿为什么会答应到西安，而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不是这样。那西安是古都，可是从中国的历史，汉唐盛世的唐的西安是宗主国开大门迎接所有的外邦来朝我不晓得美国当时的中国专家有没有想到这一个很奥妙的点，我感觉应该是没有。但是重点在哪里？那个时候克林顿把中美台的关系做了一个更精准的定位嘛，就我们讲的新3不，就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2个中国，不支持台湾以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主权国为要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这一来你要注意在克林顿以前，美国只是一中政策那这个里面就很清楚了，把台独一路就斩断，我不支持的，这就是李登辉去访问的结果造成的。现在呢，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各位说，在大国的博弈里面，以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拥有的能量跟条件，跟20几年后的今天的能量跟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已。对，也因为美国这几年不断的在操纵台独这个议题，各位注意美国是操纵台独，但不放任台独，他用台独去刺激老共，但是他绝对不能让你成真，因为成真他自己会点进来。可是这个刺激的过程就形成了中国大陆很多很大的困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里，中国大陆为什么说我说对美国亮剑？你不是说你不支持台独吗？那美国对于台独的定义很简单，2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华理台独，你不能透过修法，比如说透过修宪法啦，透过什么把两岸的相互隶属的关系把它给割裂掉，这就是华理台独了。不能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把关系给改变了，这就是华理台独。所以只要不是华理台独，那么在美国的讲法，那你就不是台独。所以为什么2国论，为什么一中一台一出来的时候，老美出来吹哨子？那可是呢，最近随着情势的发展，显然美国在华理台独党还掌控着宣布台独，这个当然是不行。这当中就有一些
宽广的空间呢，这个空间，比如说，我就今年台湾，我就武装台湾，我就给台湾很大的物感，让你觉得说，哎呦，有了老美支持，有没有？我们是有能力对抗的了。然后3不5时就把关系拉一下，然后275报决议文给你捅一下，然后 WHO 呢就给你捅一下。可是美国只有捅，从来不会提案，所以给你制造很多的困扰。这就是今天美国存在的情况。而且他每一次跟中国大陆见面的时候，就像练经一样练给你听，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一中台，不支持就结束了。对大陆说，我交代了，他自己呢也就结束，继续我行我素的干。因此，在过去之前，什么是台独，是不是台独，是美国在做定义。这一次他也不用论述，他就直接点名。赖清德及民进党政权的台独本质，就是你不支持台独是吧？那我告诉你，他就是台独，你要支持吗？所以我说这是北京对华盛顿的亮剑，他还没有说就是台独，还有一点什么空间，还一点点像，但是不要幻想，这个空间是国际政治上用字措辞的一个奥妙啊，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这已经借着跟拜登的会谈的台说给了下一届的川普听，而且也告诉拜登一些人，在1月20号之前小心不要恶搞。这就是为什么国安单位不断的说这是假消息，因为这是真的的话，让美国压力很大。可是一个问题来了，美国没有否认这个讲法。对的，美国到现在没有否认，因为不是只有1个人2个人在场嘛，是吧？而且双方都有记录嘛，相当于是说，过去你切香肠跟定义的是你美国，对，而这一次是主客意味，我用习近平定义，而且我跟你说，你的香肠到底了。对，而不止这样子，而且台湾是核心中的核心利益啊，是中美关系关键中的关键啊。那我说他是台独的女孩子，那我们怎么往来呢？所以相当于习拜会，事实上已经在堆砌习川会的筹码，不是习川会的筹码而已，是中美未来在台湾的问题上的一个新起点。过去中国的外交啊，让我让台湾共跟航班呢、开什么时候开始起点改变？阿拉斯加会谈慢慢的出来，因为大家也知道，以前玩外交最凶狠的是谁？其实是苏联，是俄国。俄国那个拉夫罗夫，那他们一直都是那个 Westphalia， 就是西法利亚体系建立之后，那是外国人在玩的嘛。那个中国古代都不跟你玩外交的嘛，我们玩的是什么？外邦来潮。对于外交这事的理解是不一样。可是我看到的是，很明显是中国现在对外交新的领悟，或者是说把实力慢慢提炼成外交的底气。如果美国公然说民进党政府不是台独，那等于是从根本否定了民进党政府的价值。所以美国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所以不如干脆不说吧。我跟你讲啊，民进党该紧张的是这个了。所以有时候我在看看，在谈话节目里面看看那些民进党的朋友、亲历的朋友在扯这一件事情啊，我是觉得你们是看懂的装不懂，或是真的不懂。Okay.